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祥妈从厨房拿过一碗汤药，递到母亲面前。由于晴儿跟母亲在一起的距离太近，闻到这股味儿后，连忙往卫生间跑去，开始不停地呕吐起来。王美熙站在门口，见到这种情况，以过来人的想法看，这孩子八成像是有了，压不住内心的情绪，抓住晴儿严厉责备的口吻说：“你是不是有了？”晴儿看到昔日里的母亲，瞬间变得严厉起来。又一想到当初在医院的时候，母亲警告过他不要和齐振宇在一起，这要是现在告诉母亲，她怀上了齐振宇的骨肉，那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于是心里打定主意不说，因为现在说还不是时候。没有，妈，你瞎说什么？晴儿害羞地说：“真的没有。”王美熙怀疑地问：“没有，真的没有？”晴儿咬紧牙关说。王美熙看着女儿坚定地说，心终于放了下来，又对女儿说了一遍：“听妈话，千万不要和爱上他。”晴儿感觉母亲就是很奇怪，为什么总是这么说？到底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妈，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晴儿逼问着母亲。妈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会明白的。王美熙说完，走到餐桌上，晴儿紧接着也跟了过去。刚要说出话，一闻餐桌上的饭菜，胃里又开始跟自己作对。这一次，王美熙再也不听晴儿的话了，拉着她要往医院走。晴儿死活不去，王美熙更是不听，母女俩在屋子里拉扯着。后来晴儿无奈之下喊了出来：“我是怀了，怀上了齐振宇的孩子。”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这么反对？你还不了解他，为什么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晴儿的一番话彻底打碎了王美熙的心。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拉着女儿的手商量着说：“晴儿，跟妈妈上医院，咱们把孩子打掉去好不好？”晴儿听母亲说出这一席话，让她陌生与惶恐。为什么呀，妈？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啊！这是我的亲骨肉，我怎么舍得？妈，你又怎么忍心呢？晴儿边哭边说着。王美熙看着女儿这个样子，真是怨孽呀！事到如今，不说也不行了。自己转身走进卧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晴儿看。晴儿看着照片上的女人，感觉很眼熟，好像曾在哪里见过。你认识她吗？王美熙问。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一时想不起来了，但是很熟悉。晴儿还在脑海中思索着，她叫王爱华。王美熙说：“啊，我想起来了，她是齐振宇爸爸现任的老婆。”妈，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晴儿疑惑地问。因为她是你的大姨。啊，妈，你说什么？我大姨？晴儿对于大姨这个字眼来说是陌生的，从小她就没有见过她，以为外公在世的时候全家人聚在一起，也没有听人说起过。然而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居然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听母亲说起。是的，她是你大姨。20年前，她被邻居唾骂成是勾引别人丈夫的小三，你外公忍受不住家族的颜面，把她关在屋子里反省，不得出家门半步。谁知她性子刚烈，割腕自杀。你外公开出条件，要么离开那个男的，要么断绝父女关系。大姨选择了二者。晴儿问：“是的，她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了，去找了那个男的，而他就是现在的齐傲天。当时你外婆知道后，由于打击过大，离开了人世。你外公气得在祖宗碑前立下了誓言，家里的任何人与王爱华再没有任何关系。然后齐家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命不过50年。”王美熙陈述着当天的情形。妈，那都是上一代的恩怨了，但是现在大姨过得很好啊，齐傲天也很爱她。晴儿说着：“是的，
当时你外公发下那么狠的誓言的时候，家里人都不相信会灵验，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在祖宗碑前立下了誓言，会真是一种诅咒。后来的一切也是在家里的老房子旁发现的。那有一位老神医会掐指神算，才知道这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块玉佩，而这块玉佩有灵异的一面，在主人公身上时间久了，就会知道人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就会遵循主人的意愿，达成心愿。当年你外公身上正佩戴着它，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生病那次吗？你发烧昏迷了3天3夜，一直都不肯退烧，医生都无可奈何的时候，是你外公在碑前祈祷了3天，才挽回了一条生命。从这件事情以后，家里人再没有任何人敢不信。妈，那都是古时候的说法了，再说都是传闻，何心当真呢？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这么迷信了？晴儿觉得整件事情都有些荒唐，她不相信外公的诅咒会灵验到自己的身上。你说你不信是吧？你想想你二姐夫为什么那么早就去了？虽说他是患有了绝症，但是医生也说还可以维持3年，可当时没有维持到1年就离开人世。那年他才49岁。王美熙一件一件事和晴儿说着，你再看看舅妈，还没过48岁生日就出了车祸，难道你说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晴儿，妈妈的用心良苦，你又何尝理解呢？要不是知道齐傲天这个人，我也不会想到这些事情。王美熙认真地说，晴儿的记忆里，二姐夫和舅妈确实都是姓齐。不，她摇了摇头，始终不肯相信这荒谬的说法。这一切应该都是巧合，这个世界上没有诅咒传说，她不信。晴儿，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妈希望你幸福，听妈的话，我们去医院把孩子打掉。王美熙见女儿失魂落魄的样子，急忙抓着她的手要往家门外走去。晴儿被母亲这么一拉回了所有的理智。妈，你别为难我，我和振宇是真心相爱的，他对我很好，我答应过他，永远也不会离开他。晴儿心里清楚，母亲都是为了自己好。傻孩子，相爱容易相守难，等你相信的那天就晚了。王美熙坚持着说，不会的妈，这些年我一直听你们的，这一次就让我自己做主吧。外公天上有灵，也会保佑我的。晴儿恳求着母亲。这一晚上，晴儿没有回到别墅，为了劝说母亲，留在了家里。晚饭后，躺在床上回想起母亲的话，有些莫名的心慌，于是拿出电话给齐振宇拨了过去。吃晚饭了吗？晴儿细心地问。吃过了。你呢？齐振宇现在还在单位忙着公司的事情，还有恒远和王氏的合并的计划。为了不让晴儿担心，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振宇，我想你了。晴儿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声音还有些沙哑。晴儿向来不会主动的去说这些话的，齐振宇自然是知道的。你怎么了？齐振宇听出了不对劲，有些担心的问。没事，就是想你了。西西，你快忙吧。晴儿擦了擦眼泪。没事就好，乖，睡个好觉。他不想逼问他，这几天的发生的事情确实太多了，是他无法承受的压力。何况现在还有身孕，本来孕妇就爱胡思乱想，于是也没有追究下去。简单的几句话，两个人就这样的挂断了。晴儿忘了许久的呆，回想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心始终无法安定下来。更可怕的是，那个噩耗的传说在自己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更像根针一样扎在心底。安琪拿着酒杯在眼前晃了晃，看着杯子里透明的液体，心仿佛也跟着上下起伏。回想起几年前和齐振宇在一起的情景，
想着曾经他爱护自己的模样，想着为了他而改变的自己。可如今一切都变了样，他还是为了一个女人，狠狠地离开了自己。即使再恨又怎样？老天爷总是这么不公平。看着桌子上的诊断书，当医生宣判死决的时刻，自己才知道什么最珍贵。安琪眼角的泪一滴滴地流在杯里，与酒合为一体。他看着她，看着自己的凸起的小腹，这是他们曾经在一起唯一的见证。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这个孩子。各位观众朋友们，前些日子里恒远集团的吊楼事件，经有关人士报道，背后居然暗藏着惊天动地的商业阴谋。一场血雨腥风的案件，终于在好心人的揭发下查出了事实，而背后的主谋者，正是目前商场独称独霸的王氏企业家王董事长，目前已被公安机关带走。晴儿一早上起来，就听到广播里传说着这样一条新闻，她立刻拿起电话拨了过去。振宇，王继东他，晴儿，那是他应得的惩罚，你爸爸在天应该安息了。齐振宇说。可是，晴儿想要说些什么，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虽然之前知道是王继东间接杀死了父亲，他恨他入骨，但是当看到他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心里居然没有那么多的仇恨了。然而这样的结果也并非自己所要了。经过这些事情的曝光，王氏集团所有的产权都经王继东先前掏空恒远集团所有资产，后来又步入王氏集团。然而齐振宇把王氏集团所有的股份都过入到了夏晴儿的名下，一夜之间，晴儿从一个平凡的女孩变成了亿万富翁，报响了整座 A 市。振宇，你为什么这么做？晴儿拿着手里的报纸递到齐振宇面前，当他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居然有些黯然的神伤。虽然对别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但是对于自己来说却是冒名的压迫感。齐振宇把晴儿拉到自己的身边说，这些本该就应该属于你的，我只不过是帮你拿了回来，怎么看样子还不高兴？没有，只是感觉有些伤感。你说钱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吗？晴儿感慨着，她想象着爸爸生前和王叔叔是多么的要好，又想象着齐振宇的父亲当初看不起自己的样子，心里有着无数的联想。由于一想起齐振宇的父亲，晴儿一下子想起来了，王爱华是自己的大姨，而齐振宇却是恨他入骨。当年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难道真的是大姨把振宇的母亲推下楼，夺走齐傲天吗？那么王继东又怎么会认识振宇母亲呢？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了，都有些蹊跷。晴儿决定要搞清楚这些。齐振宇敲着晴儿额头，不知道他小脑袋瓜子里又在想什么，连说了好几句话也不理他。啊，干嘛打我吗？晴儿无辜地说着。谁让你不注意力集中？齐振宇惩罚地说。振宇，我明天想去看看王叔叔，毕竟他是我爸爸生前的好朋友，有些话我想问他。晴儿商量着。好，我陪你去。齐振宇坚定地说。不，我自己去就可以，你忙你的事情。晴儿急忙推脱，因为有些事情还没有弄明白，她不想让齐振宇误会。那我让司机送你去，要不放心。齐振宇宠溺地说。好的，就知道你最好了。晴儿抱着他撒娇地说。齐振宇对于晴儿的温柔是无法拒挡的，两人又一阵缠绵。自从那天晴儿和母亲说以后的人生要自己做主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干预过她，也没有再打电话给自己。晴儿总感觉心里对母亲有些歉意，知道母亲是为了自己好，但是无形中还是让母亲伤心了。没想到你还是来了，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你，
王继东看到晴儿时说的第一句话：“你还好吧？”晴儿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尤其是在看见王继东的时候，心里感觉到了心酸。呵呵，在这里不用再去想那些陈年旧事，晴儿。对于你爸爸的事情，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就让我在这里好好忏悔吧。也许很快就会与他见面了。王继东命已至此，再挣扎也是无济于事了。也曾经忏悔过，事到如今，一步一步走来，都是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路。我今天来，只想问你，你究竟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你又怎么会认识振宇的母亲呢？晴儿问王继东，他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弄清楚，才能化解大家心里的心结。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个，我这就告诉你，这一切都是齐傲天做的孽，都是他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20几年前，本来我和欢愉是一对，那时候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双方父母也都见过了。就在我们准备筹备婚礼的时候，有一次和欢愉因为点小事在路上吵了起来，他当时和我大闹起来，我一气之下转身走了，把他一人扔在了街道上。结果他又耍了起大小姐的性子，一个人跑到酒吧里喝闷酒。在那种人们销魂的地方，你应该是知道的，对于一个年轻貌媚的女孩子来说，是多么的危险，是任何男人都渴望的。然而就这样，他出事了。不会是？晴儿捂着自己的嘴巴，睁大双眼，不敢想象。然后没过多久，欢愉就怀孕了。当我知道后，心情低落到极点。而欢愉的家人知道那个男人的家庭背景后，硬逼着嫁给了他。我是个穷小子，本来他家就不是很满意，这回遇见这么一位势力雄厚的背景，自然不用说了。也许真的是老天捉弄吧。王继东无声地叹了口气。我们曾经私奔过，可是没有办法。欢愉是个善良的女孩，她顾家，每次偷偷的回来后就露下了蛛丝马迹，最后又被她父亲给抓了回去。就这样，她名副其实的成了齐太太，她就是齐傲天。晴儿难以相信地说：“是，我亲眼看见他们拜堂成亲。”于是我彻底死了心。谁知在欢愉出嫁没有几个月，她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哭着对我说自己过得不幸福。我当时就去找了她，当我见到她脸上的伤痕时，我的心都要碎了。终于有一天，我决定带她走，离开这个地方。可是我们刚走出大门，就被齐傲天给堵住了。他带着保镖把我绑了起来，要活生生的饿死我。最后，欢愉为了保住我，跟他又回去了。天哪，晴儿没想过，这背后居然还有这么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他做事心狠手辣，说是放过我，其实背地里找人暗杀我。还好我命大，逃离了国外，后来结了婚，又回来换了名字和户口，就这样苟且地活到现在。所以我发誓，一定要亲手毁了齐傲天。可惜老天无眼，还是让他躲过去了。王继东把当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你换了名字，难道这不是你的本名？晴儿继续问。是的，我原名叫王阿旺，也是在这以后开始认识了你父亲。既然跟你有仇的是齐傲天，为什么你还要来害我父亲？我父亲对你不薄啊！晴儿一想起连和爸爸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的时候，就忍不住的流泪。因为齐傲天拿其事跟他命一样重要，人们把他捧得高高的，我就要把他狠狠地摔下来。而你父亲，他一心急求于南海的地，其他事情根本都不过问。正如我下手的一个好时机，等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那一刻。所以说，他只不过是我的一颗棋子而已。我知道我罪孽深重，也不求你的原来，但是只求你帮我照顾下你阿姨和儿子，他们两个是我这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恒远，
我来跟你赎罪来了。”王继东说完，便一头撞到了墙上。晴儿眼睁睁地看着他，满脸的血，当时吓得浑身僵硬，想动却不能动。人的一生就像是一个大舞台，上演着怎么样的剧本，都是自己安排的结果。这一场20多年前的恩怨，如今牵连了这么多人。晴儿更不敢想象到，如果振宇知道自己就是当年那个孩子，他会怎么想？自己真是难以想象。晴儿回到家里以后，心里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这件事情沉淀在自己的心里。每次想和振宇开口说起的时候，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害怕只会起到逆反的作用。于是晴儿决定自己亲自出面找齐傲天。这一天，等齐振宇出门后，晴儿悄悄地从后门走了出去，自己一人打车到了齐家老宅。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振宇牵着她的手进去的。那时候，老爷子不喜欢她，晴儿都看在了眼里，心想这一次估计也是一样的吧。在门口犹豫的时候，正巧碰上了刚从外面回来的王爱华，他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里面装满了蔬菜。晴儿看着他，仿佛在寻找着和母亲有些类似的影子。王爱华是见过晴儿的，他知道这个女孩子是齐振宇心肝宝贝，偶尔有听俊华说起过。可是当他第一次这么与她面对面的时候，王爱华感觉竟然是这么的亲近。这个女孩身上似乎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怎么站在这里不进去啊？王爱华友好地问着晴儿。晴儿不好意思地说：“我刚来，叔叔在家吗？在屋子里呢，最近身体不好，总是咳嗽。我这刚出去寻思买点青菜，给他吸收点维生素。”王爱华边说着边拉着晴儿往屋子里走。于是晴儿没有拒绝，跟着王爱华走进屋子里。偌大的豪宅，却是冷冷清清，没有一点温暖。晴儿四处看了看：“阿姨，我找董事长有点事情，不知道方便吗？”晴儿小心地问着：“有什么不方便的？他应该在书房里，我这就带你去。”王爱华温柔地说，并在前方带着路。晴儿丝毫没有感觉到陌生感，直到走进书房的时候，才会让自己感觉到冰冷的感觉，因为那张脸始终没有笑容。“你来做什么？”齐傲天心里是气不过的，因为自己和儿子之间的较量，到最后还是自己妥协了。“我有点事，想和你说说。”晴儿低着头说，自己在齐傲天面前总是感觉气场不够，像个犯错误的小孩子。哦，齐傲天对于晴儿的到访感到奇怪，尤其还是自己亲自上门。既然他有话想说，那必然是与齐振宇有关了，倒听听也无妨。王爱华听见两人对话后，于是把空间留给他们两人，自己一人出去，随手把门关上，留下原地站着的晴儿。晴儿看到王爱华走了后，便走到齐傲天跟前说：“今天来很冒昧打扰您，我是想和你说说有关振宇的事情。”齐傲天听到晴儿的话后，客气性地让他坐了坐，接着毫无情分地说：“既然夏小姐主动来找我，那么我也直截了当地说，你和振宇在一起，虽然你现在身价高，也算是为小姐出身，但是也并表示我是认可的。董事长，我想您误会了，我今天来不是想让您同意我和振宇在一起。我知道您并不喜欢我，打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知道的。至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想也并不是我所能控制了的，很多事情都是靠缘分。我想您和王阿姨在一起不也是一样的吗？命运有的时候真的很捉弄人，两个人在一起需要相濡以沫，而强扭的瓜是不甜的。至于谁究竟是谁的过客，只有到最后才知道。我想董事长是深有体会吧。
晴儿不声不响地把心里面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齐傲天没有想到，这个小丫头片子居然说话这么伶牙俐齿。你究竟想说什么？这一句深有体会，让齐傲天觉得话里话外都是意思，心里不耐烦了起来。晴儿吞了口气，鼓足了勇气说：“不知道董事长还记得王阿旺吗？”齐傲天一听，顿时两眼瞪了起来。事过30多年了，没想到今天再次会听到这个名字，而且连沈欢愉也一一的浮现在眼前。你怎么会知道他？齐傲天反过来问。他现在已经彻底的死了。那个王氏集团的王继东，就是30年前的王阿旺，也就是那个和沈阿姨在一起的男人。晴儿嘴一闭一合地说着，当年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一部分，王继东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和我说了。虽然我知道这是我应该过问的，但是王爱华是我的大姨，齐振宇是我心爱的男人，我不喜欢振宇有恨于他，因为我想知道沈阿姨当年是怎么死的，我不想振宇与这个家仇深似海。晴儿一鼓作气的都说了出来。齐傲天听完之后，顿时脸色变了下来，站起了身子，大怒拍到了桌子上：“你是不是胆子也太大了？我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解决，给我滚出去！”而此时，站在门外正准备进来的王爱华手里拿着的果盘也顺势掉了下来，门顿时打开了。你是王爱华眼里涌出了泪水，哽咽地说：“大姨，我是王美熙的女儿。”晴儿走到面前看着她说。王爱华抱住了她。这么些年，从她走的那一天起，一直都没有和家里人联系过，直到生完齐俊华，想抱着外孙子到父母面前求原谅的时候，谁知已找不到了人，家里住的已是外来户。后来才托人打听到，自己父母已经过世了。从此以后，每到7月15那天，王爱华都会上山拜佛，向自己的父母忏悔，千想万想，也没想到终究会有一日看到自己亲妹妹的孩子。王爱华从见到晴儿第一刻的时候，就打心里喜欢这孩子，那个时候总是有种说不出的亲近的感觉。或许是身上的某种东西吸引着他，又或者是某种特性像自己，直到这会儿才找到了答案。原来他们是一家人。王爱华这么多年都没有自己亲人的消息，这会得知，拉着晴儿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根本没顾齐傲天灰灰的一张脸。直到门关上的那一刹那间，齐傲天坐到了椅子上。这些年和爱华在一起的时光，他都不曾想过曾经发生的一幕幕，直到今天夏晴儿的出现引起的话题，让他又想到往昔的一片片。他不怨不恨，只怪自己年少太轻狂。你妈妈还好吗？王爱华拉着晴儿的手问着晴儿。还好。晴儿微笑着看着他，虽然没有与生俱来的陌生感，但是突然相认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莫名的伤感。也许是自己因为知道以前的说的那些事情，也许是担心自己的爱人与自己的亲人之间的纠葛，这种种的事情一连串的在自己脑袋里浮出水面。大姨，你能告诉我一件事情吗？晴儿知道，在齐傲天那里可能是问不出来什么了。他本来就讨厌自己，由于自己说话没经过大脑思考，居然把认亲的这种事情也给说了出来。这样一来，那么只有大姨知道当年的事情了。晴儿，你还小，很多事情不是你所能体会的。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管。王爱华拒绝了晴儿。晴儿没想到，想知道这件事情还真这么麻烦，两位老人都不肯说，那么只好从妈妈这里下手了。晴儿委婉地低下头说：“我也不是想要调查这件事情，只不过我不想你和振宇之前有误会。我知道你一片好心，放心，
时间久了会过去的。王爱华拉着他的手说，晴儿越是这样听，越是感觉事情没有那么不简单，于是便说，大姨，你不想见见我妈吗？你们这么久没有见面了。王爱华想了很久，一直没有说话。他是没有脸回去见自己的姐妹，当年走得太凄惨，事情虽然过去这么些年，但是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姐，你求求爸，承认个错误，爸爸就消气了。你们都是一伙的，想尽办法不让我走。要不是你通风报信，我不会变成这样。我恨你们，恨你们所有的人。从此以后，我没有你们这些亲人。大姨，晴儿爽朗的一声，把王爱华从记忆中拉了回来。等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再去看他吧。王爱华愣了愣说，好吧，那我先走了。晴儿感觉事情的不对劲，感觉大姨好像并不想见妈妈，看来这趟来的一点也没有任何收获，看来还是先离开好了，否则齐振宇该起疑心了。最后这场见面失败告终。齐振宇得知王继东死去的消息之后，于是打电话给林海洋，帮忙调查王继东所有的事情。可没想到林海洋拒绝齐振宇的请求，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听齐振宇的号令。齐振宇怒火冲天，开车直跑到林海洋的办公室，找他对峙。你是抽哪门子风？齐振宇没有敲门，是一脚踹开的林海洋的办公室的。林海洋的公司上上下下的员工都知道齐振宇是他的铁哥们，所有没有人阻挡。正如林海洋去齐氏也一样的道理。对于齐振宇的突如其来，林海洋一点也没感到意外，而是自己悠哉悠哉地坐在沙发上品着茶，看着自己面前正在怒火冲天的齐振宇，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去办事。齐振宇抓起来林海洋说着，林海洋拉开齐振宇的手，转过身，神情复杂地说，振宇，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去追究又何必要斥？我的事情要你不要管，我只要结果。你要不去，我另找人。齐振宇傲慢地留下一句话，坐在了沙发上。林海洋转过头来看了齐振宇一眼，于是拿出钥匙，把桌子里的档案袋拿了出来，陆续地拿出了几张纸，递到了齐振宇面前。早知道你会知道一些事情，上次调查的时候只给了你一部分，剩下的这些你拿去吧。林海洋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知道这份文件将会给齐振宇一个巨大的打击。齐振宇拿起文件打开看了看，当看到所有的内容都是有关沈欢愉的名字时候，齐振宇眼神变得犀利了起来，尤其是那些还关联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王阿旺。车速飞快地在马路上奔跑着，齐振宇好久都没有像此刻这样疯狂过，就连上次晴儿惹怒他的时候，也没有像这样往死里去拼命的飞跑。在这场埋葬在心里20多年的仇恨里，原来自己却是个野种。呵呵，原来妈妈是不爱他的，原来妈妈爱的人是王继东。原来这场婚姻背后竟然是这样一场残酷的现实，自己真是难以想象。车子在齐家大宅门前缓缓地停了下来，齐振宇走进屋子大门里，直匆匆地往楼上书房里走去，不顾王爱华的叫声。在打开房门的一瞬间，看到齐傲天静静地坐在摇椅上，轻轻地闭上眼睛，仿佛好久自己都不曾这么认真地看过他。走过跟前，久久不说话。也许是事情的真相让自己不知如何开口，也许是因为自己曾经的荒唐举动而感到后悔。对于爸爸这个词，已经不知有多少年没有深刻地体会到他真正的用意。齐傲天对于齐振宇突然的闯进，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夏晴儿那个丫头已经知道的事情，
那么齐振宇当然也不会落下。他之所以不告诉夏晴儿，就是等待有一天能够亲口和振宇说起有关他母亲的一切事情。如今已经做足了准备，就等待齐振宇来找自己。坐吧。齐傲天转过身来，面对着齐振宇。齐振宇站在原地停顿了一下，然后才转到沙发旁坐下。我就知道你会来。齐傲天首先开口，说完之后，就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褶皱的纸，递给了齐振宇。齐振宇默默地打开了这张有些泛黄的纸张。齐傲天，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去寻找我生命中的那个他了。但是我还想告诉你，不管你怎么样的弥补，我的心里都容不下你一丁点的位置，因为这场婚姻的悲剧是你一手造成的，而这个孩子的到来给了我沉重的负担。每当看见他那俊俏小脸整天在我眼前笑的时候，就让我觉得无比恶心，就像一个恶魔一样，时刻警告着我那天的情景。很多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能够亲手毁了他，这样就更能毁了你。呵呵，可能这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这个孩子一点点的长大，越是在我跟前跑来跑去，我越是心疼不已。事到如今，只有我这样才能得到解脱。所以拜托你好好照顾振宇，也永远不要告诉他有关他母亲的事情。我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最后一件事，爱华是我的好姐妹，我知道她是喜欢你的，希望你好好的爱护她，让我们这场错误的开始结束吧。当齐振宇看完这封信里的内容时，眼角流出了眼泪，内心更是万分难过。原来自己的降临居然是母亲生命的终结，自己更觉得好悲哀。这些年来恨来恨去，到底是在恨什么？孩子，这些年一直不想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们上一代的这些事情。当年你母亲自己从楼梯上掉下来，爱华拉她拉不住，所以到最后才造成了你当时看成的那个局面，曾经做过的那个事情。我虽然很后悔，但是我是真心爱你母亲的。但是无论怎么对她好，他们之间的爱情远远大过我的付出，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没想到这些居然给你造成了这么多仇恨。齐傲天痛苦地说着往事，那些一幕幕在自己眼前掠过，仿佛又结了一层伤疤。原来妈是不爱我的，你才是罪魁祸首。呵呵。齐振宇听完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你错了，孩子。正因为你妈妈是爱你的，所以她才会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当初没有，齐傲天拿起纸帕擦了擦。别说了。齐振宇一时难以相信，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起身走出去了书房。正在下楼时，正好碰上正往上走过来的王爱华。齐振宇停住脚步，顿了一下，又走了过去。王爱华站在原地，只听到一声：麻烦你照顾好我爸。再转过身后，就不见了人影。这是第一次齐振宇主动对王爱华说的一句话，虽然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客气性的，但是他已经很满足了。毕竟这已经是一点点的有了好转。他微笑着。王爱华走进房间时，看到齐傲天手里拿着照片，专注地看了许久，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走进来。他走到前面，看到那张熟悉的脸，沈欢愉。拿过照片，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了，日子得往前走。振宇他都知道了。齐傲天轻声地说了一句：你怎么告诉他了？不怕他会想不开吗？王爱华担心地问。该知道的，早晚都会知道。至于他理不理解，就看他的造化了。但是还有一件事，你要和那个夏晴儿说说，让他多劝劝振宇。我真不希望这孩子以后的路再走偏激了。齐傲天语重心长地说：你不是不喜欢晴儿吗？
王爱华和齐傲天在一起这久，一切事情他也都看在眼里。虽然他不说，但是他心里清楚得很。其实也没有很讨厌他，能看得出来，他是个懂事的孩子。虽然我不满意他做齐家的儿媳妇，但是振宇看样子应该还是很在意他的。自从和他在一起以来，以前的脾气似乎少了些。只有他能改变振宇以后的人生。况且和你还是亲戚，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也老了，只想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齐傲天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了。其实，也许是我们太操心了。他们孩子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还有俊华，也让他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我们也过了半辈子了，该好好享享福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就放开手吧。”王爱华握着齐傲天的手，感叹地说：“爱华，这几年委屈你了。”齐傲天说：“委屈不委屈不要紧，只要这个家能够和和气气的，比什么都强。”王爱华心里清楚得很，齐傲天虽然和自己结婚，但是自己也代替不了欢愉在他心里的地位。哪怕欢愉不爱他，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直到他走了，自己才能真真切切地陪伴在他身边。受点委屈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能够天天看到他就好。所以他不争、不吵、不闹，总是默默地为他付出一切。这大概就是情到深处自然浓的意思的吧。齐振宇把车开到熊天酒吧门前停了下来，自己一人走到吧台上喝起了闷酒。此时坐在远方的安琪一眼就认出了背对着自己的齐振宇，他拿起手包，走到吧台前坐了上去。“振宇，你怎么一个人来？”此时的安琪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花，因为她这一个月里，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来这里，但是还不敢给齐振宇打电话，怕惹到他反感。于是想碰巧来个偶遇，所以选择了熊天这个地方，因为这里以前是齐振宇经常来玩乐的地方。谁知一连好些天都没有等到他，于是心里下定决心，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再不出现，那自己就死了这条心。真是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他等来了。这个机会，他怎么能轻易放过？你怎么在这？齐振宇看到眼前的人是安琪，紧皱着眉，第一反应问他。正好和朋友们在这玩了会，刚要走就看到你了。安琪娇生生地说。齐振宇的一句话，以为是在关心自己。坐下陪我喝点。齐振宇说完，就把酒杯递到了安琪面前。以前没事的时候，安琪就会陪齐振宇喝上几杯，因为他酒量也还是不错的。不，给我来杯果汁吧。我戒了。安琪拒绝了齐振宇，因为怀孕的缘故，安琪怕影响到宝宝，已经好久都没有饮过酒了。纤细的手也不自觉地捂上自己的小腹，感受着肚子的宝宝的气息。齐振宇只是觉得好笑，根本没有注意到安琪的举止神态，自己拿起酒杯不停地在买醉。今天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一直在自己心里20几年的心结，今天终于水落石出了。他不到此时此刻自己该如何走下去，只知道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是有效的方式。晴儿坐在家里辗转反侧，看着眼前的表针在一步步走着。如今已经8点钟了，还是没有等到齐振宇，打电话也打不通，给司机打电话，司机说下午就出去了。于是他冒名的心慌，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于是晴儿想了想，拿起电话拨了过去。是大姨吗？晴儿接通了电话，小心翼翼地问。电话这头的王爱华一听是晴儿的声音，温柔地说：“是我，振宇在家吗？我找不到他了。”晴儿担心地问：“他还没回家吗？下午来过之后就走了。
王爱华觉得奇怪，他回去过。晴儿惊讶地问着：“是，按理说应该到了吧？你也别担心，可能是回公司了吧，也可能是在路上。”说完，王爱华想了想说：“关于沈欢愉的事情，他都知道了。好，那我知道了，我去找他。”晴儿听完最后一句话，急忙挂掉了电话，心里面满满的都是担心。终究他还是知道了，真不知道他后会怎么想，怎么做。晴儿拿起电话，不停地打着，而电话那头总是一位轻柔的女子传出：“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法接通，请稍后再拨。”熊天酒吧门外，安琪正拉着不省人事的齐振宇，一步步地往车子旁走去。安琪正吃力地把高大的齐振宇拉到副驾驶座位上，然后自己开启方向盘，往自己别墅的方向驶去。打开房门，安琪把齐振宇放到床上后，然后给他脱掉了衣服和鞋子。这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安琪看了看他睡熟的模样，轻声地叫了几声。见他没有什么反应，心里想，估计这会应该早就梦周公去了。又看眼手机还在不停地唱着，于是安琪翻开齐振宇的风衣兜，拿出手机，上面清楚的2个字印入自己的眼帘：晴儿。于是诡异的一笑，走出房门，按下了接听键。振宇，你在哪里？晴儿见对方接通了电话，急切地问道：“他今晚上不回去了？”安琪简单说了一句，还没有等晴儿说出下句话的时候，就已经把手机挂掉了，嘴角微微上扬。而电话另一头，站在原地的晴儿愣愣地看着手里的电话，回想着刚才那个轻柔的声音是那么的熟悉，心里开始有些莫名的心痛。他在伤心难过的时候，没有回到自己的身边，而是去了安琪那里。原来他们之间还一直有联系，原来他比自己更加值得信任，原来他还是点有一定分量的。晴儿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这一晚，晴儿一直没有入睡，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等他回来，齐振宇微微地睁开眼睛，直到窗外的阳光刺痛了双眼，他才清醒了过来。环绕了一周，看到这个极陌生又熟悉的房间，感觉不对劲，起身穿起衣服。而正在厨房忙活的安琪见齐振宇起来后，则把自己做好的早饭摆在桌子上，示意齐振宇吃饭。我怎么在这里？齐振宇揉了揉自己疼痛的头，你昨晚喝多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把你拉了回来。安琪耸了耸肩，柔声地说：“你怎么和我在一起？”齐振宇简单说了2个字，又拿起手机看了看：“我们在酒吧碰见的，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安琪问。齐振宇不语。安琪看着齐振宇拿手机，好像在寻找什么似的，急忙说道：“昨晚晴儿来过电话，你喝得太多了，我叫不醒你，于是就接了起来，告诉他你在我这里，让他别担心。”齐振宇一听，急忙跑了出去，也没听后面一直在喊他吃早饭的安琪，心里急切地想要告诉晴儿，昨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生怕他误会，再离他而去。晴儿看了看手机上的数字，又看了看外面，他还是没有回来。这一晚上，他回想齐振宇对他说过的话，晴儿在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他是不会骗他的，他一定要等他回来给自己一个解释。正在遐想的时候，顿时门外有刹车的声音，齐振宇急忙地往门厅跑。晴儿见到他那宽大的身影，赶紧起身站起来，一时间腿麻麻的，让他站不起身。齐振宇感觉过去，拉着晴儿抱在怀里。怎么了？齐振宇担心地问。没事，坐时间长了，腿麻了，一会儿就好了。晴儿看着他说。齐振宇看着晴儿的黑眼圈，猜测出他昨晚一定没有睡觉，心疼了起来。
昨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我们在酒吧碰巧遇到的。我后来喝多了，把他拉进怀里，在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这简单的一句话，说进了晴儿心坎里。而晴儿想问，又难以开口，最后决定相信他，不再去想，不再去怀疑，或许是给自己的一点安慰。然后嘴角微笑，轻轻地把手放到自己微微凸起的小腹，对着宝宝说：“爸爸回来了，我们就放心了哈。”齐振宇看着晴儿那天真善良的脸，看着她那柔美的笑容，仿佛自己所有的烦心事都瞬间瓦解了，简直稀罕得不得了。晴儿把心里所有的苦全部收藏了起来，而她认为，在齐振宇知道他母亲的事情的时候，他应该是脆弱的，需要他的安慰与鼓励。可他不知道，因为有他，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振宇，那个，晴儿想开口说，又不知道怎么说好。哪个？齐振宇不明白晴儿说的是什么。关于你母亲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晴儿小心翼翼地说着，我是一个没人要的人。而且是我间接害了母亲，呵呵。而齐傲天齐振宇听完，所有的记忆又泛起了涟漪，清清楚楚，一句一句地说着：“振宇，不是这样子的，你不要这么想。你妈妈是爱你的，爸爸也是爱你的，别恨他们。谁都有年少都轻狂过，天底下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子女的。说1000道10000。”其实都是为了你好，就让上一辈子的恩怨就过去吧。晴儿眼睛死死地看着齐振宇，像是恳求着答案。不可能，我永远都不可能原来他，更不会原来我自己。我恨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齐振宇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压抑许久的情绪全部说了出来。不要，振宇，你不要这样，你还有我呀。你看，我们还有了宝宝，我们都是爱你的，你不会孤单。晴儿劝说着，齐振宇看着晴儿的凸起的肚子，想象着自己也要当父亲了，竟然也有种慈爱的感觉。他拥住了她。转眼3天时间，老董事长齐傲天正式交权，把所有齐氏股份都过渡到了齐振宇的名下。而齐俊华也离开齐氏企业，自己创业属于自己的服装公司。恒远集团和王氏企业一并被齐振宇收购。而晴儿怀孕在即，齐振宇不让她回到公司，安心在家养胎，所有一切重任也全部压在了齐振宇身上。一夜之间，齐振宇大名轰动了整座 A 市。当他拥有这整座大厦的时候，才感觉到这几年所拼命争取、所要得到的东西，如今摆在眼前时，已无济于事了。同时，那些复仇的想法，竟然是那么的天真可笑，留下来的居然是自己那么破旧不堪的事实。这一天，齐傲天第一次上门，走进了齐振宇的别墅。此时晴儿正在沙发上翻阅母婴书，齐傲天得知后，高兴得不得了。谢谢你帮助振宇。这是齐傲天第一这么客气地和晴儿说话，因为他知道这几天一直都是晴儿在劝说振宇从那场恨意的回忆里走出来的，也让齐振宇和齐傲天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一步。谢这个字意义太重大了。其实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看着振宇在痛苦中生活，我也难过。你们是父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所谓母子连心，我想父爱也是一样的。晴儿说着，改天一起回家吃晚饭吧。齐傲天听到晴儿的话，心里还是感动的。对于这样的儿媳妇，她应该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如今也算是一位千金小姐，恒远的企业也都归振宇管理，两个人如今也合为一体。况且连孩子都有了，自己也就安心的等待抱孙子吧。似乎一切都雨过天晴。
王爱华和王美熙这一天，经过晴儿的安排，两位姐妹也见了面，忘了往昔的不愉快，开始畅谈今后的生活，和乐融融的一家人吃团圆饭。当齐振宇知道王爱华和晴儿居然是亲戚关系的时候，心里感到十分的惊讶，不禁感叹，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吧。星期日本这对恋人休闲放松的好日子，然而为了恒远的重新上市，齐振宇开始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时间。所有这天，晴儿独自来到妇产科医院，在等待检查。这是他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来到这，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因为毕竟年龄小一些，偶尔会有人在背后议论纷纷。晴儿索性装作没听见，听着胎儿的心跳声与医生说一切正常时，晴儿的心里美滋滋的，感受着做母亲的感觉。正往医院外走去的时候，一不小心轻撞到了一个人，对方手上的药掉落一地，晴儿急忙说着对不起。安琪一听这熟悉的声音，脑子随即一动，轻声叫晴儿。正在低头的晴儿一听，抬头看了过去，安琪，怎么这样巧？你怎么在这里？你自己来的？安琪四周望了望，似乎没看到人影，故意的说着，他今儿忙，我来产检。晴儿如实的回了句，心里还想，今儿安琪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一连问自己好几句。安琪在旁边想了想，这或许正是个机会，于是慌忙地捡地上的药。晴儿看见也蹲下来拾起，自己则掠过看到药上的名字是安胎药。晴儿顿时睁大了眼睛，问安琪，你怀孕了？安琪慌忙地回答，我没有。你别乱说。晴儿一听也没在意，就不再说话了，把药递给安琪。这时医生喊出安琪的名字，晴儿索性也跟了过去。当她听到里面的话时，自己则傻眼了。这个疑问开始徘徊在自己的心里，一遍又一遍。而安琪斜眼看到晴儿在门外，嘴角露出了邪恶的笑容。晴儿见到安琪出来后，上前拉住安琪的手问，你怀孕了？安琪见到晴儿上钩了，并继续露出困难的表情说，拜托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想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是谁的？晴儿不确定地试问着，其实心里清楚得很，安琪从来没闹过什么绯闻，只有齐振宇这一个男人，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我求你不要告诉他，他知道以后一定不会要这个孩子的。你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你应该知道这将是多么残忍的事情。安琪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是振宇的。得知答案后，晴儿仿佛失去了灵魂一样，脑海中不停地重复着安琪怀孕的事实。安逸的日子在晴儿的世界里总是短暂的，她内心惶恐，对于那个小生命的到来，给她增加了沉重的心理障碍。晴儿摸着肚子里的宝宝，安琪的宝宝比自己足足大1个月，难道自己真的是第三者吗？如果没有自己的出现，是否他们一家3口应该很幸福呢？第一次，晴儿没有了自信，突然又回想起了前几天的那晚，他们2个在一起，她应该是渴望振宇知道的。晴儿辗转反侧的同时，齐振宇走进屋，从后面抱住了她。想什么呢？这么出神？齐振宇问。没什么。晴儿满脸的心事被齐振宇一眼就看透了。齐振宝扳过晴儿的身子，对着她的眼睛，让她看着自己。有什么事说出来，这是命令的语气。齐振宇不希望晴儿有事瞒着自己，哪怕是坏事，两人也要一起走过来。晴儿一听，眼角流下了泪水。她曾在心里告诉自己多少次不要流泪，可是真正话到嘴边时，却是克抑不住的。安琪怀了你的孩子。晴儿最终还是说出了事实。什么？齐振宇瞪大眼睛，不可相信地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晴儿终于忍不住自己的情绪，边哭边拍打着齐振宇：“不可能的，这不是真的！晴儿，告诉我，是谁说的？”齐振宇抓住晴儿的肩膀问：“是我亲耳听医生说的，已经有3个月了。”晴儿绝望地说。齐振宇脑袋简直懵了起来，嘴里一直嘟囔着：“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突然跑出房门，留下晴儿。晴儿坐在床上痛哭。安琪刚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就听见房门铃声响起。安琪从门口的可视镜内看了看，原来是振宇。她内心高兴无比，急忙把房门打开，把齐振宇拉了进来。齐振宇见到安琪后，抓住她的肩膀就问：“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他眼神冷血无比，锋利的像把刀子插进安琪的心里。“你抓痛我了！”安琪那纤细的身子被齐振宇男性的力道掐得红肿了起来。齐振宇没有理会安琪的疼痛，继续逼问着安琪，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安琪认真地看着他。“怎么可能？我们根本没有。”齐振宇回想这些日子根本没有见过安琪几次面，况且见过也没有碰过她。要是说上次喝醉酒的话，那也不可能有3个月了。齐振宇仔细地回想着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时间，猛地一瞬间忽然想起来，最后一次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是那次说分手的时候。难道是那次？齐振宇心里想着，一定是的，不给是给你要了吗？齐振宇盯着安琪问。他越想越奇怪，跟安琪在一起这些年，没有一次会发生这种意外。“我也不清楚。”安琪转过身，小声地说了一句。齐振宇叹了口气，事到如今，无奈至极。其实他最害怕的就是晴儿，对于安琪，他倒是无所谓的，开个价吧。齐振宇最先打破沉默，低着头，无奈地说着。安琪一听，脸瞬间变了颜色，脚步往后退了退，生气地说着：“齐振宇，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吗？我要那些钱有什么用？”安琪认自己再坚强勇敢，最终还是接受不了齐振宇的态度，哭了出来。总之，这个孩子不能留。齐振宇不顾安琪的眼泪，狠狠地留下一句：“他是你的亲骨肉啊，振宇，你摸摸他，他还在动呢，你怎么舍得？”安琪上前拉住齐振宇的大手，往自己的肚子上摸，让他感受自己儿子的存在。“够了，就这么定了，明天跟你去做人流，这个孩子不能留。之后我会给你一笔钱，永远离开市，重新过你自己的生活。你要违背的话，后果你知道的。”齐振宇说完最后一句话，打开房门走了出去。齐振宇，安琪看着齐振宇的背影叫喊着，在他心里，齐振宇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他有任何事情，他都会出现在他的身边陪伴着他。他以为只要自己有了他的孩子，他就都会留在自己身边，哪怕不为自己，也会为了孩子。如今这个梦却破了，他竟然不要这个孩子，要亲手扼杀他。齐振宇离开后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回到了公司。此时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自己简直是不知所措。当他说要打掉那个孩子的时候，其实内心也是彷徨的、犹豫的。对于这个小新生儿的到来，心里也是有一丝欢喜的。只是这一切，只为了证明他对夏晴儿的爱。晴儿用平静的心态来安抚自己的小小的心灵。看了看时钟，已经半夜了，估计今晚的他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于是自己慢慢地躺在这空荡的屋子里，等待明天黎明的到来。齐振宇等天一亮，就跑到安琪的家里敲门。安琪从门镜内看到了齐振宇，他开始心慌害怕。“你怎么来了？”安琪有些害怕地问。
昨天说的是想的怎么样了？齐振宇没有神情地说。安琪想了一会，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情，于是说：“我不会拿掉孩子的。齐振宇最容忍不了的，就是不听话的人，而只有晴儿是另外的。”索性齐振宇把安琪拉出了门外，塞进了副驾驶的座位上，自己开起了车往医院的方向这跑去。安琪在车里哭着、闹着、求着，齐振宇都没有任何声响。这一次是安琪第一次哭得这么痛苦、绝望。到达医院的时候，齐振宇是把安琪硬抱上楼的，在主治医师的房门内放了下来。1分、2分、3分，房门突然打开了。齐振宇紧忙地跑过去问：“怎么了？病人不能做手术。”医生摇了摇头说：“为什么？”齐振宇问。病人有严重的贫血，如果坚持做手术的话，恐怕会有生命危险。医生说完转身走了。愣在原地的齐振宇第一次这么茫然，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折腾了一早晨，齐振宇回到别墅，看到晴儿在阳台上浇花，轻轻地从后背环住了她。他喜欢这种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身上淡淡的清香味儿，如痴如醉。晴儿见他回来了，心想昨天他一定在安琪那里，于是主动打破了沉默，问他怎么样了。早上带他去人流，医生说贫血，做不了。齐振宇手上的力度加大了些。晴儿一听，反而怒了起来：“你怎么可以这么忍心要杀掉自己的孩子？你的心怎么这么冷血？”齐振宇被晴儿这么一说，一下子火气冒了上来：“你说我冷血？我这么做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你以为我愿意杀了自己的亲骨肉，处处为了你考虑？你还这么说我？你跟我吼什么？难道怪我吗？这都是谁欠下的债？孩子是无辜的，那是一条生命，你用什么去偿还？你怎么这么残忍？那是不是也要我把孩子也打掉呢？”晴儿一听，开始口不择言，也开始火了起来：“我拿什么偿还？”齐振宇反问：“我不知道，你自己的烂摊子自己还，谁让你天天花边新闻那么多，说不准哪天又跑出一个堵在家门口说这是齐家的骨肉。”晴儿继续说着：“呵呵，你还是不相信我。”齐振宇突然笑了起来，有些乏味地说：“不是我不相信你，是你无法让我相信。为什么每次出了问题，你都会在安琪那里？有些事情不是我知道，而是我不想说。”晴儿一气呵成地说完：“好，你别后悔，我会负责的。”说完，齐振宇就开车又跑了出去。这是两人敞开心扉以来第一次吵得这么严重。齐振宇没想到自己不顾一个做父亲的形象，硬生生的要杀掉自己的亲骨肉，一切都是为了他，而他不理解，居然埋怨自己狠心，还是这么的不相信自己。此刻的齐振宇的理智完全被愤怒击垮，这一走便是1个星期没有再回来。由于苏妈妈回老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回齐振宇再走，留下晴儿一个人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其实那天齐振宇走后，晴儿就有些后悔了，内心更是矛盾的，每天晚上都会望向窗外，看看那辆显眼的车身会突然出现，可是每一次的等待都是空洞的落寞。这几日安琪倒是非常高兴，虽然不知道齐振宇到底为什么突然有了这么大的改变，但是每天晚上都会来看自己，还买了很多营养品，偶尔还会说上几句关心的话：“振宇，明天陪我去超市买点婴儿用品呗。”安琪撒娇地对着齐振宇说，而齐振宇只是简单地嗯了一声，再没有任何言语。第二天，齐振宇履行了承诺，陪安琪一起出入了超市，即使已经戴上墨镜遮盖住脸庞，
但是也没有躲开记者的法眼。齐振宇两手拎着2个大大的袋子，里面装满了生活用品。安琪一脸幸福的样子，一只手挽着齐振宇的胳膊，一只手插在腰间，前面凸起来的肚子看得一清一楚。两人一起行车进入了安琪的住所。隔天早上，安琪刚一踏出房门，突然之间，小区门口被人群堵住了出路，满满的记者一拥而上。请问安小姐现在和齐总裁是什么关系呢？记者的问。安小姐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齐总裁的呢？记者 B 问。先前的夏小姐是否才是你们当中的第三者吗？记者 C 问。请问安小姐是不是已经和齐总裁同居了呢？记者 D 问。一连串的问题堵得安琪哑口无言，忽然惊慌失措。没想到这些记住居然消息这么快。齐家大宅内，齐傲天正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播放的报道。这突然其来的事件让他感觉到震惊，莫名其妙的又多出一个齐家的后代，怪不得这几天晴儿都是自己一个人过来，连他大姨跟他在一起说话都总是心不在焉的。看来小两口一定是出了问题。齐傲天想了想，拿起手机给齐振宇拨了过去。晚上和晴儿回家吃饭吧。电话接通，齐傲天主动地说：从和晴儿吵完架以后，齐振宇最近都是沉默寡言，就连在安琪那里也是一样的，每次都是安琪在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齐振宇都只是随便，行，几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字来回复，仿佛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上心。其实心里一直担心的还是晴儿，想回家还没有更好的理由。由于自尊心在作祟，所以和晴儿两人就这样一直冷战着。齐振宇看了爸爸刚才的一句话，齐振宇豁然开朗，突然觉得这个机会应该好好利用一下，好让自己有个台阶下。于是齐振宇站起身来，急忙地转身走出公司。晴儿看着手里的电话，一连好几天了，他都没有来一通电话，看来是不想回来了。那么自己索性也不管了，爱回来不回来。生气地把电话扔在了床上，来来回回走了走，还是觉得在家里闷得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于是决定回家看看妈妈。拿起扔掉的手机，给妈妈打了通电话。妈，你在家吗？晴儿问。在的。怎么了？王美熙问。没事，你想吃点什么？我现在正往家走。晴儿继续说着。王美熙一听女儿要回来，心里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许久没有看到晴儿了，也是十分的牵挂，连忙说：家里什么东西都有，你回来就行，路上小心点。简单的一席话，听在晴儿心里却是十分难受。她知道，自从和妈妈说开了之后，她虽然没有反对，但是也很伤心。只是很多时候，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只有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妈妈的怀抱才是自己的永远的避风港。齐振宇开着车往家跑，顺手打开了收音机，心里想着，这几天没有回来，晴儿一定得生他的气，一会不管他说什么，自己都不要生气。目前确定安琪和齐氏总裁已同居，而且天大的消息已爆出，安琪现在已怀有身孕，两人携手进入超市买婴儿用品，亲密无间，之后又一起回公寓，这说明安琪一直都和齐氏总裁保持着联系。那么齐总裁和夏晴儿是不是只是传闻？究竟谁是这场豪门中的第三者？齐振宇突然咒骂一声，没想到消息居然这么快就被爆开了。该死的记者！打开房门，大喊着晴儿。空旷的房子，只听见自己的回声。齐振宇焦急着，担心着，愤怒着，挨个屋子找晴儿。
可是终究还是没有见到那熟悉的身影。突然坐在属于他们两人的大床上，双手抱头，回想着跟晴儿在一起的一幕一幕。突然，齐振宇站起身子，打开衣橱，看见晴儿以往的衣服都还在，急切地转身跑了出去。此刻，晴儿正在厨房帮着母亲做饭，自己则在旁边打着下手，和母亲聊着天。晴儿把这些天的事情都跟母亲说了一遍，唯独没有说有关齐振宇的事情。而王美熙也没有多问，在得知晴儿已和姐姐相认，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毕竟20多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样，上一代的恩怨不能再留给下一代。母亲在厨房里炒菜，晴儿拿着垃圾袋往门外的垃圾箱走去。突然眼前有一辆车飞速跑过来，突然停在了自己的跟前。由于车的速度，吓得晴儿把手里的垃圾袋掉落满地。齐振宇打开车门，看到晴儿哀怨的小脸，突然想起来，这样的场景曾和晴儿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十分相像。不过庆幸的是，女主角还是她，要不然自己真的该担心要上哪里找她了。齐振宇，你不要命了！晴儿一看是齐振宇开着这么快的车，生怕一不小心出点意外，担心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吵架。一时间，所有的事情全抛在脑后，责怪的语气喊着他：“吓到你了！”齐振宇感受到晴儿的关心，走上前摸了摸晴儿的脑袋：“别碰我！”这熟悉的动作瞬间又拉回了晴儿思绪，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原谅他？转身往回走，齐振宇哪肯放过他，大步上前撵几步，拉住晴儿：“还没消气呢，生气对宝宝不好哦。”齐振宇嬉皮笑脸地对着晴儿说。晴儿瞪着他的说：“我才懒得生你的气，有那功夫，我不知道得少活多少年。”齐振宇看着晴儿还有功夫和自己斗嘴的样子，心里自然放心了不少。看来是自己想多了。王美熙看到女儿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回来，担心着晴儿顶着个大肚子再出点什么事，于是从房间走了出来。“晴儿！”王美熙一路看了过来。“妈，我在这呢。”晴儿听见妈妈的叫声，回了句。王美熙走过来，看到齐振宇在身旁，于是笑着说：“振宇也来了，进屋吃个饭吧。”晴儿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不了，他忙，我们回去。”这是晴儿和齐振宇在一起以来，王美熙第一次这么叫他振宇，也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过他。而齐振宇绅士地说：“拜见岳母。”晴儿一听，瞪着齐振宇喊：“你瞎说什么？”王美熙笑了笑说：“都快一家人了，不用这么客气了，进屋再说吧。”他知道两个孩子如今已发展到这种地步，对于这个姑爷，既然女儿同意，那么他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只能祈祷那个诅咒永远不要实现。晴儿的脸顿时红了起来。晴儿没想到两个人会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还会有些生疏。他曾经想过千种万种的情景，带齐振宇上自己的家里，可如今计划没得变化快。齐振宇走进屋子，看着整洁干净的小居室，虽然房间不大，但是看着让人很舒服，很温馨。但是齐振宇心里还是有些奇怪，之前他已经把王继东的股份都过给了晴儿名下，后来银行抵押的房子也一起都赎了出来，为什么晴儿没有把母亲搬老房子住呢？而是在这么个小房子？晴儿在他身后似乎看出了他在想什么，于是说：“那所房子里装满的都是父亲的痕迹，搬回去只会让妈妈更加思念爸爸。我不常在家，他一个人在那空旷的房子里会孤单的。这里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环境很好，空气也好。当初搬来的时候，里面的一角一落，
都是我和妈妈用心去布置的，在这里，起码妈妈不会胡思乱想。”齐振宇听完晴儿的话，没有说什么，则走到另一个房间，继续参观着。打开卧室门，里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阿狸，五颜六色的，各种表情，成了屋子的焦点。他随手拿起来扔给晴儿，说了一句幼稚。晴儿不理会他，拿过阿狸放在床头柜上，嘟囔说：“桃子就是他的一切。”你说什么？齐振宇问。没什么，说了你也不会懂。晴儿笑了笑。齐振宇看着他那表情，估计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也没继续追问下去，目光则停留在墙角里的一架白色钢琴。他转过头来问：“你会弹钢琴？”“当然了。”晴儿得意地说。“我看是摆设吧。”齐振宇坏笑。晴儿没有理齐振宇，索性走了过去，打开钢琴，坐了上来，用纤细的手在上面轻轻地摸了下，然后闭上眼睛，轻轻地弹了起来。虽然间隔许久没有动过了，但晴儿丝毫没有生疏的感觉，情不自禁地弹奏起来自己最喜欢的那首曲子《梦中的婚礼》。唯美的旋律，如痴如醉。晴儿回想起曾经上学时的一点一滴，回想起那时候为梦想而努力的时刻。然而这一年来，自己竟然做出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齐振宇听完晴儿的弹奏，非常惊讶，没想到他的晴儿居然能弹奏得这么好，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齐振宇突然问。你也没有问过我呀？晴儿一脸无辜地说。是啊，他从来没有问过晴儿以前的事情，在一起以来，向来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于他的喜好和生活，他全然不知，就连晴儿喜欢什么样的衣服，他都不知道，都是自己买什么样的，他穿什么样的。突然之间感觉，他们之间总是少了点什么。他的晴儿究竟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呢？看着桌子上陈列的照片，穿着整洁的校服，一双翻白布鞋，扎着马尾辫子，小巧的脸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明亮而美丽，嘴角上的笑容是那么的甜蜜，让人看了十分惹人喜爱。那是我16岁，全家人出去游玩时照的。爸爸说我是夏日里的花朵，有我在的地方就是晴天。晴儿看着照片说：“真难看，以后少照相。”齐振宇看着晴儿那得意的笑容，忍不住地逗她说：“是啊，我是比不上什么安小姐了，还是什么李小姐的，巴不得你赶紧放了我，省得碍你的眼。”晴儿生气地白了他一眼。齐振宇一听，急了起来：“这辈子你都别想从我身边逃走，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晴儿顽皮地笑着说：“我才不要！”说完转身要下楼，齐振宇哪肯放过他，拉在怀里，在耳边轻轻地说：“你的笑只许留给我一人。”晴儿嘴角露出了美丽的笑容，心里想着：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桃子吗？一上午过后，齐傲天接到了不少电话，股票下跌，部分公司的内部已经引起了不少舆论。虽说已经正式交权，公司一切政务已经不管了，但是对于自己的儿子，很多高层董事还是顾忌几分情面的。吃过午饭后，晴儿和齐振宇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家。突然，齐振宇的电话铃声响起，他拿起手机一看，上面写着安琪。齐振宇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晴儿，然后转身拿电话，走进书房接了起来。晴儿装作若无其事地翻着杂志，没有问他，因为他已经猜出那个电话是谁来的。振宇，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家外面都是记者，我不敢出屋了。安琪撒娇地说：“我现在有事，你先不要出去，缺什么东西告诉我，我找人给你送去。先这样，挂了。”齐振宇快速地挂了电话，生怕晴儿知道那些可恶的记者颠倒黑白，
让他再误会。爸晚上让我们回去吃饭，你打扮下，我们一会回去。”齐振宇从楼上走了下来，对着晴儿说：“知道了。”晴儿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她没有过问。有的时候，假装不知道，确实可以让人好过得多。她在心底这么安慰自己。两人一起回到齐家老宅后，晴儿和大姨在厨房里边摘菜边聊天，而齐振宇被父亲叫到了楼上。“振宇，本来说过你的事情我不再多管，可是这有关咱们齐家的声誉问题，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打算的？”齐傲天一语点破：“不知道。”齐振宇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心里是真的没有准备好，该怎么样解决？你是这孩子的父亲，你必须要做出决定。这件事情现在舆论很大，你要尽快召开记者会，否则对公司对你都会有影响。至于那个安琪，你要好好的安抚，千万别让他惹出什么事端。”“知道了。”齐振宇内心夹杂万分，看来这件事情已经引起高层管理的重视了，应该是自己出面解决的时候了。厨房内，晴儿一直都少言少语的，满满的心事都流露在脸上。王爱华都看在了眼里，于是他主动打破沉默，说了些关于报道的事情。晴儿瞬间才明白，原来这件事情已经轰动得人尽皆知了。晴儿，想要抓住男人的心，凡事都得有些忍让。你们也都是经过风风雨雨的，大事小事都一起过来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两个人要学会沟通，互相理解和包容。王爱华意味深长地说着，晴儿没有说语，眼角掉了几滴眼泪，心里满肚子的委屈。“别哭，晴儿，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相信振宇这孩子会处理好的。大姨看得出来，他对你是用心的。在没遇见你之前，振宇从来没有这么听话过，他在也为了你在一点点的改变。现在你已经有了他的孩子，那么就得为孩子考虑，凡事别太较真。”晴儿听完这些话，知道大姨的用意，她是想让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怎么能做到呢？晴儿不敢去想，不敢去接受这可怕的事实。餐桌上，齐傲天所说的话题都是有关孩子的事情，要么就是关于公司的。晴儿看出了他眼里是多么盼望这个小天使的到来，还有家族的声望。今天主动叫回来吃饭，终于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了。晴儿现在懂了。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晴儿回想前瞻大姨说的每一句话，究竟该如何做好？而齐振宇则想着，爸爸刚才说的话，或许自己真的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现在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再不解决，公司股票恐怕又要大跌，到时候就无法收拾了。他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回到家里，齐振宇没有让晴儿上楼，于是拉她坐在沙发上。这一次，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或许真的是那样。爱情需要的不仅仅是甜言蜜语，还需要的是生活和积累。晴儿，我们结婚吧。突然的一句话，让晴儿听得有些措手不及。你说什么？晴儿反问。我想给你一个未来，我也不小了，眼看你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所以我们结婚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再受委屈的。齐振宇目光注视的晴儿，一动不动。晴儿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齐振宇的一席话让他感觉十分意外，他做梦也没有想过，他居然想要结婚。晴儿心想，或许这个能证明他心里还是有他的，瞬间感到一丝丝的欣慰。但是眼前还有一个大问题。晴儿突然抬起头问：“那安琪怎么办？”齐振宇想了想，觉得不能和晴儿说实话，否则他那小脑袋又该乱想了。于是委婉地说：“我会和他说清楚，等孩子出生以后，给他一笔钱，让他出国生活。毕竟这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你能理解吗，晴儿？”晴儿笑了说：“我从来没有想让你怎么样，孩子是无辜的，放心，以后我会对他像自己的宝宝一样的。”两人彼此相拥，沉醉在幸福的怀抱里。此时的齐振宇正在想明天怎么解决安琪的事情，才会让他不会闹下去，因为他知道安琪的性子烈，目前正在烽火上，可不能在这个时候任何差错。而晴儿似乎不会再去计较这件事情，那么就由两人的婚礼开始解除这舆论的传言，这样焦点都会传到结婚这件事情上，久而久之，安琪的事情就会烟消云散了。由天结婚这件事情比较突然，父母还没有通知，所以这2天找个恰当的时机和母亲商议一下，才能定夺下来。毕竟他们是长辈，而齐振宇也遵循着晴儿的意思。安琪在家里忐忑不安，齐振宇2天没有来找自己了，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难道是夏晴儿不让他过来？一想到夏晴儿那副可怜的模样，就恨得不得了。他发誓一定要把振宇抢回自己的身边，要让自己的孩子名正言顺。振宇，你来了，宝宝都想你了。齐振宇刚一进屋，安琪就迎了上去：“你没事吧？”齐振宇关心地问了下：“就是最近感觉没什么胃口，这捣蛋鬼总是在里面乱动，活泼得很，害得我睡也睡不好。”安琪夸大其词地说。齐振宇没有理会他，转身走到沙发上，倒了杯水，说：“我今天来是想和你谈一笔条件。”安琪一听，感觉不妙，身子有点哆嗦，一步步走到齐振宇的旁边坐了下来。“什么条件？”安琪问。“生完孩子，永远不得与孩子见面，我给你一笔钱，永远的离开。”是。齐振宇毫无表情地说，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简直判若两人。“你是要抢走我的孩子？”安琪感到震惊。“如果你想让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那么就听我的安排。”齐振宇继续说着。“不可能，这个孩子是我的，谁也抢不走。”安琪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地对着齐振宇喊：“他怎么可能舍得把宝宝留给他？这几个月里，他紧紧地跟自己连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呼吸，那将会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怎么舍得给别人？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让这个孩子诞生的，这本来就是个错误，那么你就得结束这个错误的开始。”齐振宇不顾安琪的眼泪，继续残忍地说：“如果我不呢？”安琪倔强的眼神：“前段时间，我听说你哥哥好像又欠下了不少外债，好像还把一个叫什么龙哥的给废了。这件事情好像一直都没有人敢出来举报，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齐振宇诡异的一笑。安琪听了，后退2步，差点没有站稳。他知道自己的亲生哥哥好赌，外面不少仇家，这几年都是自己帮着他填窟窿，才平安度过几次。上次给他拿过1000万以后，曾经答应过自己再也不犯混了，怎么可能出来人命？安琪吓得有点茫然了。“给你1天时间考虑，别想偷偷溜走，否则后果……”齐振宇没有说完，转身就走了出去。安琪只看到了那个冷冷的眼神，留在自己的脑海里。等齐振宇走后，安琪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哥，你在哪？”安琪焦急地问。“我正要上飞机去加拿大。”“妹妹，你照顾好自己呀。”安民生没心没肺地说。“你上加拿大干嘛？”安琪一听，感觉不对劲。“我出去散散心。”安民生说。“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又惹什么乱子了？”安琪继续追问。“妹子，哥也不想走啊。阿明追我要钱，不知道怎么的，我不心把他杀了。哥进去没2天之后，被一个老大给赎了出来，之后就有人告诉我，
想要活命就得走，然后给了我今天的机票。安民生突然哭了，说出来。那个人是谁？安琪继续问。我好像听说是姓齐。安民生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安琪一听，腿一下子软了下来。原来齐振宇早已经做好了计划，他知道自己就这么一个亲人，不可能扔下哥哥不管的。原来他是这么狠血的人，不顾情分，拿亲人来危险自己。安琪大笑起来。这一晚上，安琪都没有入睡，回想着一直以来对齐振宇做过的每一件事情，突然觉得是多么的可笑。最后做出了重大决定，她对着自己肚子里的宝宝说：“妈妈对不起你。”第二天，安琪主动给齐振宇打了电话，约到了家里。我只有一件事情要说。安琪坐在齐振宇对面，没有了往昔的色彩。你说？齐振宇问。在孩子没生下来之前，我要搬到你和夏晴儿的公寓里。安琪看着他说：“不可能，我和晴儿要结婚了，你去不方便。”齐振宇说。安琪没想到，以前那个不喜欢被婚姻束缚的人，如今会为了那个女人有了结婚的念头。他苦苦等了这么多年，却只等来了这么个结果。此时的安琪充满了仇恨。那就等你们结婚以后，我再搬过去，否则我宁愿死，也不会让你们得到孩子。安琪下了最后一条赌注。好，齐振宇想了想，爽快地答应了。晴儿这几天也是非常的高兴，得到了妈妈的同意，也开始准备着婚事。而此时的齐振宇忙着召开祭祝会的事情。今晚他要向所有人宣布结婚的事实。你真美。齐振宇对着晴儿着，晴儿被齐振宇的目光注视的，脸颊微微泛起了红晕。今晚的她格外的美丽，清澈明亮的瞳孔，弯弯的柳眉，长长的睫毛微微的不停地颤动着，白皙无瑕的皮肤上也透出了淡淡红粉。穿着一身韩版的公主裙，恰好地遮住了凸起的小腹。只见齐振宇慢慢低头，正要寻找那樱桃大的小嘴，突然晴儿闪躲一下，微微一笑，说着：“外面人都等着吃。”齐振宇皱了一下眉毛，强忍着心里的热火，牵起晴儿的手，一起走出了化妆室。安琪坐在电视机旁，看着夏晴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看着所有人为他们送上祝福，就连齐傲天那个介意门第的董事长也是笑容满面。只有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眼里全是恨意，嘴上轻轻地说着：“既然得不到，那么谁也别想得到。”由于晴儿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晴儿也不喜欢太麻烦与铺张浪费，而且自己的也没有多少亲人和朋友，所以婚礼就操办得简单了一些。当晴儿拿着那个小红本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幸福，则齐振宇对她也是倍加温柔。婚后3天，安琪3番5次主动找齐振宇兑现承诺。虽然风波已过，公司已安然无恙，但是孩子的事情还是个棘手的问题。而齐振宇辗转反侧，最后才下定决定和晴儿商量。晴儿，有件事情想找你商量。晴儿站在花园中，齐振宇从背后拥抱着，他喜欢这样的姿势，嗅着属于他身上独有的香味。什么事情？晴儿刚要转过身，齐振宇加大了力量，不让他动。关于安琪，齐振宇低声地说：“安琪这2个字，对于晴儿来说，就像锋利的刀，时刻提醒着自己，只要听到这个名字，自己的生活好像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没有了安定。但是他知道自己不能骄，不能慌。如今他是一位齐太太的身份，要保持自己应该有的修养。说吧。”晴儿知道，安琪的事情不可能这么快就悄无声息的。由于2人结婚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她不可能坐以待毙，
晴儿闭上眼睛，做了好准备，等待事情的降临。爸的意思是让安琪来家里养胎，等孩子平安出生后，就让他永远离开这座城市。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齐振宇想了又想，决定用父亲的名义说。晴儿突然转过身来说：“你是说，我们3个人住在一起，不是你想的那样，只是为了孩子？而且，安琪已经同意，孩子出生后，由你当他的妈妈，从此离开这里。”齐振宇再三强调。安琪真的愿意吗？晴儿不敢相信，肯让自己的孩子叫别人母亲的事实。是的，她同意的。齐振宇说。安琪入住的第1天，齐振宇特意把安琪的房间安排在楼下的客房里，而他和晴儿房间则在楼上。安琪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但是她没有说任何话，脸上始终面带微笑，一副高雅的表情，对晴儿是十分的亲切。而晴儿天生善良，尤其都是要当妈妈的人，当面对安琪的时候，也是有些难过的。毕竟孩子的爸爸是齐振宇，如果当初自己没有和齐振宇在一起，可能现在就是他们一家人在一起了。话说回来，自己才是破坏他们之间的罪魁祸首，只是爱了，就再也不能退让了。何况又是两情相悦，面对这场三角关系里，安琪才是受伤者。晴儿心里对他充满了愧疚，更没想到安琪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孩子，为了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幸福生活，可以容忍自己的宝贝儿叫其他人妈妈，这种无私伟大的精神，晴儿想，可能自己一辈子也做不来的。安琪看着自己房间里的摆设与搭配，估计都是安琪的杰作，邪恶的眼神扫过一切，随后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收拾了起来，装到了袋子里。晚餐过后，在齐振宇和晴儿面前说自己喜欢艳一些的颜色，说房间里的色调太淡了，这样影响心情，对胎儿不好。齐振宇听完后想了一下说，那个屋子你自己随意弄，其他地方不要弄。晴儿微笑着随后说，安姐姐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客气，她是理解的。孕妇的心情要是不好，严重的影响胎儿，现在人家既然是客，那么一切要照顾好人家。安琪也微笑地回过，谢谢了，妹妹。这一句妹子叫到安琪心里十分恶心，但是这是复仇的第一步，只好什么都忍了下来。苏妈妈也从老家回来了，从中也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在她心里，晴儿一直都是主子，对于那个安琪，她是敬而远之。但是这个家里多了一些人气，齐振宇最近推掉了不少应酬，每天下班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家里。虽然已经吩咐过苏妈妈照顾好晴儿，也和安琪谈过，让她别耍什么花样，但是对于晴儿的单纯与善良，要是真出点什么事情，完全不是安琪的对手。这段时间她还是要提防着。对于齐振宇的戒备，安琪看出了端倪，她笑得耸了耸肩。越是这样，她越对晴儿好，亲切的如同亲姐妹一般。自己买来的宝宝用品都会带给晴儿一份，晴儿也从心底感激她，一点点，两人之间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姐妹。只是安琪的无话不谈和晴儿无话不谈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一天，等齐振宇走后，安琪主动上2楼，此时晴儿正在床上躺着，听见门声，赶紧穿上了衣服喊，请进。晴儿，你陪我去做美容好不好？自己去太没意思了。晴儿本身不想去的，但是考虑安琪第一次张口，也不好拒绝，便答应了下来。好，我收拾下，你等会。晴儿说完后就开始准备起来。临走时，苏妈妈看到，急忙地问，少夫人，您去哪里？我出去走走。没事的，
晴儿回头一笑：“我给少爷打电话，让司机来接你吧。”苏妈妈边说边拿起电话。晴儿见状，笑嘻嘻走过去对苏妈说：“我就在附近，有安琪姐陪我，没事的，别打扰她了。要不又该说个没完没了。”由于天气刚刚好，两人也没有打车，顶着个大肚子走着，聊着。安琪说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说起父亲和母亲如何过世的，说起曾经和哥哥是怎么样相依为命的。通过聊天，晴儿知道，原来安琪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如果跟自己比起来的话，那么自己比他要幸运得多。如今又要把他的孩子给抢走，突然之间感觉自己好像是个罪人，心里开始十分的纠结。正在过马路的时候，晴儿的脑海中不断地想着安琪刚说的话，没来得及看到前面行驶的车辆。突然，安琪用力拉过晴儿，自己不心儿坐到了马路边上，肚子有些疼痛起来。晴儿感觉不妙，赶紧打了电话过来。病房内，齐傲天、齐振宇、晴儿几个人都围在病床边。胎儿保住了，下次可得小心点。医生吩咐完走了出去，齐傲天终于松了一口气，知道他的大孙子安然无恙，先离开了病房。他之所以这么关心这个孩子，那是因为他知道安琪肚子的是男孩，而晴儿肚子里的是女孩。对于他齐家这么大的产业来说，男孩的地方当然要比女孩子重一些，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上心。齐振宇搂着晴儿的肩膀说：“没事了，放心吧，你回去休息一下，我在这里。”晴儿满脸的内疚，摇了摇头说：“都怪我不好，差点害了他，我要在这等安琪醒来。”齐振宇哄着晴儿说：“不是你的错，不是没有什么事吗？别难过了，乖。”此时两人的柔情似水，闭着眼睛的安琪正听得一清一楚，心里觉得十分恶心，暗暗地发誓，总有一天会让你们后悔当初做的决定。安琪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嘴角微动：“我这是在哪？”晴儿一看安琪醒过来，赶紧问：“安琪姐，你没事吧？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安琪看到他这么关心自己，虽然心里是厌恶至极，但是还必须得继续演下去，否则功亏于篑了。突然要起身问：“晴儿，你没事吧？没有伤到吧？”晴儿感动地说：“我没有事，今天谢谢你，没事就好。”“谢什么？我不是也没事吗？”安琪笑着说。齐振宇把这一幕都看在眼里，对于安琪的态度，自己的担心看来是多此一举了。没想到两个人相处得这么好，自己的心终于也放下了，可以安心的过这2个月，等待宝宝的出生了，然后就可以各归各位，从此和晴儿幸福的生活下去。晚上回家后，安琪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眠，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切，其实心里还是有些后怕的。看到自己这个一箭双雕的计谋用得恰到好处，手抚摸着肚子，对着宝宝轻声说：“妈妈对不起你，今天吓到你了，宝贝。”而楼上房间内的晴儿对着齐振宇不停地述说着安琪的事情，并从心底感激安琪，也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安琪，是自己的出现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残局。一大清早，母亲来过电话，要晴儿赶紧回家，有要事说。晴儿连忙起身叫醒齐振宇，叫他开车送自己。2个人一起下楼，吃过早饭后要走时，晴儿突然告诉齐振宇：“我忘记告诉安琪了，你先上车等我。”齐振宇没有阻止他，看着晴儿的背影，心想：晴儿看样子是把安琪真心当姐姐来对待的，或许他们之间真的可以和平相处，自己也了却了一件心事。几分钟后，晴儿和齐振宇一起打开家门，
刚一进屋，就看到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小芳、周浩明。晴儿惊奇地大叫着：“宝贝，是我！”小芳主动上前拥抱住了晴儿。死丫头，你上哪里了？找了你好久，一点音都没有，不到人家担心你吗？晴儿不停地用手拍打着小芳的后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要走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没人接通。小芳委屈地说着，难得两人聚到一起，有太多的话想说，一时间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晴儿看着对面的周浩明，怀疑的眼神，微笑地看向小芳：“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要么一起失踪，要么一起出现，干什么坏事去了？”小芳被晴儿说的难为情了起来，小声地附在晴儿的耳边说：“我们要结婚了。”晴儿惊喜的哇的一声，连忙说着：“恭喜，恭喜！”周浩明也主动上前，对着晴儿的眼睛说：“也恭喜你了，眼快要当妈妈了。我们也没来得及赶上你的婚礼。”“是啊，你们快当阿姨和姨父了。我结婚比较突然。”嘿嘿，晴儿笑意着说了句。三个人互相聊着，只有齐振宇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冷着一张脸，因为他在生气。他在用一个男人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个周浩明对晴儿的绝对非同一般。又曾想起来，两人曾在餐厅里接触十分亲密。晴儿转身看过齐振宇，拉着他过来，对着小芳介绍着说：“这是我丈夫，叫齐振宇。”小芳笑嘻嘻地说：“早就听阿姨说过了，整座 A 市谁不知道你家齐大总裁呀？”晴儿笑着看向齐振宇，但是心里一直奇怪着，这大总裁今天是怎么了？一句话也不说，但是由于小芳的出现，今儿特别高兴，所以也不跟他计较。几个人吃过午饭后，齐振宇公司有事，先行离开了。而周浩明看到两人聊得乐不思蜀，自己也先走了，把空间留给了这姐妹俩。等他们都走了后，晴儿抱着小芳哭了出来，也许是一直以来的担心，也许是再次重逢的激动。“芳，你跟叔叔还有联系吗？”晴儿想了半天，才说出了口：“没有，我刚回来1星期。”小芳暗淡的眼神，一直想问你，这么长时间你上哪里了？怎么和周浩明在一起了？晴儿问。当初他把我卖给了一个老头，让我给他当小老婆，我不肯，于是趁着结婚混乱的那天逃跑了，结果又掉进了人贩子手里，被卖到海口，恰巧遇到了周浩明，他在那里上班，也许是机缘巧合吧，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小芳再也不愿提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晴儿听完浑身发冷，怎么会有如此残忍的父亲？抱着小芳说：“那你当时怎么没有给我打电话呀？”小芳接着说：“在海口的时候打过几次，可是你的手机一直在关机状态，后来就变成了空号。”晴儿一下想起来了，当时正是他和齐振宇去美国给妈妈治病的时候，后来手机丢掉了，再回来找小芳的时候就找不到了。还好老天爷眷顾，让我们能够重逢。他对你好吗？晴儿问。说实话，看到周浩明和小芳在一起，实在是太意外了，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两个会走到一起。小芳满足地说：“他对我很好，我们打算下个月领证，婚礼就不打算办了，我也不想去找他了。”晴儿知道小芳是恨死了他父亲，接着说：“好，到时候我们好好的吃一顿饭，不管时间变得再快，晴儿与小芳之间的感情也是永远不会变的。这种友情甚至大过恋人，因为他们发过誓言，要做一辈子的姐妹。”晚上，妈妈给晴儿原来的房间收拾了一下，两个人都决定今晚不回去住了，在这里留一晚，过一天属于他们的日子。晴儿和小芳躺在床上，两人望着天花板，
回想起这些日子发生的种种，说起齐振宇当初是如何欺负自己的，又是如何走到了一起。晴儿摸着肚子，看着他们爱的果实，眼中充满了幸福。小芳也真心的为晴儿高兴，但是有一刹那，自己的眼中有一些迷离，那是属于周浩明的不安。想起他喝醉酒的模样，想起他曾胡言乱语的时刻。齐振宇接到晴儿的电话，知道她晚上不回家，自己有些烦闷，真不知道这个女人在想什么，居然把自己和安琪留在家里。于是齐振宇接受了晚上公司的应酬，他想晚些时间再回去，这样安琪就入睡了，省得再惹起不必要的事端。可安琪听苏妈接过电话时，知道晴儿晚上不回家了，那么齐振宇似乎也不能回来了。看了看这个空寂的房子里，没有人在自己眼前碍眼，还真有些寂寞，于是失眠了。自己则在客厅内看起了电视剧。等到晚上12点的时候，房屋大门突然打开了，安琪看着齐振宇喝得醉醺醺的一步一倒地往屋里走，自己则走上前要去扶他。齐振宇意识模糊中，仿佛看到了安琪，下意识地推开他的手，烦闷地说：“别碰我。”安琪耐着性子说：“你喝醉了，别乱动，否则碰到了你的宝贝儿子。”继续扶着齐振宇往楼上走去。齐振宇没有再说什么，迷迷糊糊中倒在了床上。安琪把被子给他盖上，齐振宇仿佛闻到了属于晴儿的香味儿，一把抓住了安琪的手，死死地抓着，放在自己的怀里睡过去了。安琪等了一会，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手抽了出来，环顾一周，随手摘下了耳朵上的耳钉，悄悄地放到了枕头底下，然后嘴角邪恶的轻笑，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由于这个周末，晴儿和安琪约好要去做产检，于是早上没有吃早饭，就回到了自己的家。打开卧室门的时候，看到齐振宇还在蒙头大睡，居然还穿着衣服。晴儿把他叫醒，闻到一身酒气味，开始责备齐振宇。齐振宇揉了揉迷糊的脑袋，他想起来了，昨晚跟江老板一起吃了个饭局，最后回来就睡着了，中间的事情基本上是全忘记了。我不在家，你就这么放肆说昨晚哪里鬼混去了？晴儿掐着腰，挺着个大肚子，数落着齐振宇。齐振宇把晴儿拉到床上，大手不停地动着，嘴在耳边吹着风说：“谁让你把我一人扔在家，也不管我，让我搂着被子睡一晚。”晴儿被齐振宇这一动作搞得全身酥麻麻的，两人耍了一会才起身。下楼时，安琪正巧碰到了齐振宇，上前要问他：“你昨晚……”还没等话说完，晴儿也走了下来。安琪看到晴儿，于是收回了还没说出的话。一脸茫然的齐振完继续问：“怎么了？没事，吃早饭吧。”安琪耸了耸肩，笑容满面地说：“哎，安琪姐，你怎么戴一只耳钉啊？”晴儿好奇地问：“没有啊。”安琪边说边摸向自己的耳边，随后又说：“可能丢了吧。”随后安琪笑着拉过晴儿的手，往餐桌上走去，留下了一头污水的齐振宇，感觉好像有问题，但是又想不起来，摇了摇头，走过去。三人一起吃过晚饭后，齐振宇送两人到了医院，自己不好上去，先行离开了。对于这样特殊的关系，来产检是一项特大的麻烦。以前还会陪晴儿来，由于安琪的介入，自己一次也没有来过，每次都是晴儿回去后再向齐振宇报告。而安琪已经对齐振宇完完全全的死心了，从他逼自己的那一刻开始，心里就没有了爱，留下的只有恨。由于安琪的身体不是很好，医生嘱咐的多了一些，要她充分补充营养。
晴儿听到之后，两人回去的时候，晴儿给安琪买了很多东西。晴儿在商场中走着，突然听到后面仿佛有人在叫自己：浩明，你怎么在这里？晴儿回头，看到周浩明从后面跑过来。我来替方买些东西。这位是周浩明，看向安琪，晴儿笑着拉过安琪，给彼此介绍着，而安琪也友情地向周浩明握手相识。临走时，周浩明还是从晴儿的手里拿过东西，给送上了车，才离去。这一切动作，安琪看在眼里，心里却在打着算盘。这种关心似乎超越了某种界限。晴儿，你和浩明是怎么认识的呀？我看他人挺好的。安琪在车上随口闲聊着。是啊，他以后帮助我很多。我们是在工作的地方认识的。晴儿没好意思说出在酒吧，毕竟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哦，我看他应该是一个挺绅士的男人。安琪笑看着晴儿，晴儿不语。回想起以前的日子，浩明对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位过客。那时候蠢蠢欲动的心也曾跟随着跳动，直到遇到振宇以上，一切都变了模样。他给的爱，真真的切切。晴儿很满足，此时正看向窗外明朗的天空，正如自己的心情一样，晴空万里。出租车停到家门口的时候，晴儿先行下车，随后安琪也跟着下来。临关门的瞬间，还看了一眼落在里面的孕妇。进家门后，安琪把东西都放到了沙发上，晴儿则把自己的东西拿到了楼上。等到晚饭过后，安琪走过沙发，对着齐振宇展示今天晴儿给自己买的东西，还故意地说晴儿是的心好细，每一件事情都想得都很周到，不像自己大大咧咧的。安琪笑着拍打齐振宇说：“你真是淘到了一个宝哦。”晴儿害喜地说：“哪有，我没你说的那么好。”齐振宇对于安琪说的话倒是很高兴，也露出了迷人的笑容，搂着晴儿的肩膀。安琪看着齐振宇那久违的笑容，心里更不是滋味儿，突然开口说：“晴儿，你给我买的那个孕服怎么没有了呢？你是不拿你了？”“没有啊，我前头收拾的时候没有看到啊，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在别的袋子里呢？”晴儿边说边起身去翻着。“没有哦。”“哎，是不是让周浩明给拿混了呀？”安琪继续说着，还用余光看了一眼齐振宇。“说不准在浩明那哈，明天我打电话问问。”晴儿无所谓地说着，根本没有看到此时绷着一张脸的齐振宇。“下午你们见过面？”齐振宇开口问。此时他心里极其的不爽，没想到他的晴儿居然叫着别的男人名字那么亲切。“是的，我们在商场碰到了，正好他给小芳在买东西，看我们拿东西多，就帮了下。”晴儿对着齐振宇说：“那怎么没打电话给我？”齐振宇冷着一张脸说：“这么点小事不用麻烦你吧？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他也这么计较？麻烦？好，那你就找他麻烦去吧。”齐振宇最后大声地扔下一句话，上楼去了。安琪看到齐振宇醋味十足的样子，心里高兴极了，他的目的达到了，又在晴儿面前装作委屈的样子。“对不起呀，晴儿，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不怪你，安琪姐，谁知道他怎么又抽哪门子风？没事，天真的晴儿根本不是安琪的对手，更不知道齐振宇干嘛莫名其妙发这么大的火，真是懒得理他。”晚上回房后，齐振宇一直板着一张臭脸。洗过澡后，晴儿主动拿起吹风机要给他吹头发，而齐振宇正在用毛巾擦着，突然感觉有东西碰到自己，本能的一用力甩开，小点心把晴儿手里的吹风机碰到了地上，摔得七零八落。晴儿被这一动作彻底恼了起来，
莫名其妙的就生气，自己还主动的讨好他，他却这样。晴儿走到齐振宇眼前，看着他，嗓音也调到了高亮，问：“你到底想怎么样？”齐振宇本来没有这么大火，本来想要拾起地上的吹风机，可被晴儿这态度，彻底把自己内心压抑的醋火给燃烧了起来。是我想怎样，还是你想怎么样？齐振宇也大喊了起来：“我怎么了？哪里又惹到你这公子哥了？”晴儿也没好语地说着：“我是公子哥，周浩明是什么？他是好男人，你是不是后悔了？”齐振宇一听晴儿这么说自己，气得浑身发火，拉过晴儿胳膊说着：“跟他又扯上什么关系？齐振宇，你别这么不可理喻，好不好？”晴儿无奈地说：“我不可理喻，好，我走。”齐振宇气匆匆地甩开晴儿，啪的一声甩上走了出去。楼下房间里的安琪听到楼上的争吵声后，赶紧趴在门旁边，恰巧听到有人下楼的声音，之后大门被关了起来。等几分钟后没有声音的时候，安琪打开房门，瞧楼上看了一眼，似乎有人在叫，自己悄悄地走上楼，看到晴儿坐在地上，满头是汗，痛苦地呻吟着。他在楼梯间等待了有5分钟的时间才走过去。“晴儿，你怎么了？”安琪装作担心地问。“痛。”晴儿虚弱地说。安琪往下一看，出现了血迹，赶紧不妙，赶紧叫了苏妈。等晴儿醒来后，虚弱的自己感觉浑身都痛。“晴儿，好点没？”齐振宇看到晴儿睁开眼睛后，打起了精神。晴儿下意识地用手摸向自己的小腹，感觉到了异常，瞬间哭了出声，坐了起来喊：“我的孩子，我的宝宝呢？我们还会有的。”齐振宇起身抱住晴儿，在怀里哄着：“滚开，都是你，我恨你，我不会原谅你。”晴儿拼命地拍打着齐振宇，所有人都劝晴儿想开些，都安慰着自己，包括妈妈、大姨、小芳。可是只有齐傲天没有出现在医院。这场闹剧牺牲掉了一条小生命，对于晴儿来说受到了强烈的打击。回家的几天后，饭也不吃，话也不说，无论齐振宇怎么认错，怎么劝他，都无济于事。当安琪看到晴儿伤心的模样，心里简直快活得不得了，时不时的在齐振宇面前还煽风点火，特意说起周浩明和小芳来看晴儿怎样怎样，偶尔还刻意地说晴儿对他们可真不是一般，对谁都是爱搭不理的。可他们一来是又说又笑的，而这些话都听到了齐振宇的心坎里，他心里憋着气，哄着他：“看你最近瘦的，起来吃点饭，好养足精神。”晴儿不语，其实晴儿早已经不生他的气了，只是孩子没了，心里一时间接受不了。看了一眼齐振宇后，把碗端起来，一勺一勺地逼着自己强吃着。过了1个月后，晴儿心情仿佛也好了些，正好这个周末也是小芳和周浩明领证的日子，齐振宇恰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和晴儿和好。一早上起来就带着晴儿逛着商场，买些新衣服。由于几天都在家里憋着，脸色也憔悴了不少。等到中午，两人一起到赴约的饭店时，小芳和周浩明也都到齐了。“哇，晴儿，你今天真漂亮！”小芳站起身，拉着晴儿的手说着：“恭喜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晴儿对着小芳和周浩明说着：“恭喜。”齐振宇也随后说了一句。由于在来的路上，晴儿跟齐振宇说过，别总板着一张臭脸，而齐振宇顾忌到晴儿，心情才好些，也没有和晴儿辩论什么，只好在一旁配合着。这场饭吃的几个人兴趣极高，可能是心情压抑的缘故，也可能是高兴的缘故，就连从来不喝酒的晴儿，今晚也一连喝了好几瓶。
齐振宇拦也拦不住，干杯，祝福你，芳，要永远幸福哦。晴儿拿起酒杯，大口地喝了下去。我们都要幸福。小芳也随后干了起来，两位姐妹边喝边唱了起来。坐在一旁的周浩明也不停地举起酒杯喝下去，反而齐振宇倒是不停地抢着晴儿手里的杯子，但是都无济于事。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齐振宇是抱着晴儿回房的。安琪在后面看到两人，心里又是充满了敌意。故事未完待续，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将持续更新。点赞越多，更新越快。完整版可关注频道播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